Hello，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今天装备是不是不一样了？戴上墨镜了啊，穿上我的炼丹服，看到了吗？很结实的啊，这是专门为这个炼丹这个翻出来的服装，像工作服对吧？很结实的啊，不怕烫可能。实际上我呢总是说的多做的少啊。你看这个喷枪在这放了这么长时间了啊，只能给大家做个演示是吧？也没烧出过一个 LK99 呢，还有这小喷枪。哎，戴上墨镜看的是不一样的，对吧？还有这个药品啊，这都有了。什么磁铁啦，小干锅啊，现在还差呢，就口罩。口罩这个有点问题，这个修呢，是吧？磨的有点厉害。我觉得这可能这个好长时间没用了。当时这个电动口罩，这个防护效果相当好的啊。但是还依然不敢烧，主要怕氧化铅，所以呢，要烧的话可能在室外烧。剩下的就是通风橱，通风橱我也得学那个窝创良品做一个。通风橱做的话，难度就是烟筒是吧？烟筒自己做可能比较费劲点啊。你说你什么都要 DIY 吗？这个 DIY 的意思啊，其实就是有意思，不是买不起是吧？弄一堆没用的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硫酸纸的架子，硫酸纸的架子。因为你一个人嘛，你要把它弄起来是很费劲的，所以呢，应该搭一个类似于一个方的这么一个架子，带4条腿，上面硫酸纸绷紧喽，可以在下边弄磁铁的分选啊。其他的好像该买的也都买了啊，那现在呢，就是说，真该练的时候了，因为人家有了新的化学式啊 ，PCP OSOS 是吧？那实际上呢，我昨天的视频啊，有朋友啊，在这个韩国的岛拍论坛上，他们也在发啊。韩国的朋友叫，我看他名字应该叫什么呀？叫啊，就这个叫 PCPO 啊，好像这个翻译过来叫鱼什么呀？鱼什么？我不懂韩语啊，我这是机器翻译的。看，然后呢，他介绍了我的这个视频啊，说我呢，当然这里边呢讲的很有意思啊，就是重点讲我说的这个啊，蔚山大学的这个薄膜的事儿。我还一直想注册一个韩国岛拍论坛，就 DC Inside 的账号，好像没有韩国手机也不行，对吧？这样的话呢，帮我宣传一下，感谢这位韩国网友 PC4 啊。那今天啊，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另外一个韩国炼丹师，叫翻译过来很拗口的，叫丹之驹马之王，使用地图的男人，也是很怪的一个名字。我们看看他的频道，他的频道也是个新频道。我之前是不是讲过这个频道？我看这个是有点像的啊。硬币的，什么看的比较熟，他现在出新视频了。这个新视频啊很好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还是换过来眼镜吧，我是挺佩服这个何教授的，这戴着墨镜得多难受啊。还是戴着普通眼镜舒服一些。不装酷了是吧？那这位叫丹之驹马之王使用地图的男人，他复现了新的叫，大家看到了吗？ PCP OSOS 啊，就是这个千铜林养流啊，他之前的这个型号叫什么呢？他之前复现的型号啊叫 SCTL-4 啊，说明他已经做了4个版本了。这有意思啊！我要烧出来这个东西了，我应该给我烧的样品起个啥名字？大家想想，我这个叫宋说新语是吧？中文，英文叫 New Storyteller NST，NST-1，或者-24，2024，开玩笑啊。那他烧出来这玩意儿还挺有意思，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视频。视频有点小哈，有点小，我们就稍微放大点啊。我们先看他最早烧的这个，看一下他烧的这个啊。这是他烧的这个 PCP OSOS， 有点这个是吧？有点那个意思吧？是不是？有点来去去留的意思，对吧？但这个块啊这么大，让我感觉呢，它这是海西明流派的，海西明流派的，这个块至少得有1公分不止，它这个应该有2-3公分长，宽的有1公分半，可能得有。你看它手指头的比例嘛，大拇指嘛，是吧？有点这个来去去留哈。
他自己里边说呀，你看他这个标题叫 PCPOSOS， 他烧的新样品，那意思可能他加了硫了。然后呢，他说这我发现了麦斯纳效应磁铜钉扎，他认为他这个挂起来的磁铁来去去硫就是磁铜钉扎。那当然是有点意思，但是你没有做这个材料分析之前啊，很难说啊。这个另外就是电阻了啊，这是他做的这个实验很好玩的啊。我们看一下他做的实验，我们停下来。那你说他这个是超导吗？真不好说，因为之前呀，包括早期的很多复线的网友呢，也都能做到这个效果。那实际上按照当时的说法呢，它都不是超导啊，起码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超导。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铁磁性的。这个抗磁性怎么样呢？有没有超导相？你这个不做分析是不知道的，是吧？就我们说啊，上高中的高考都有这个题楞磁定律是吧？你这个你放到磁场中这个材料，哎，它就会产生这个一个相反方向的磁矩嘛，是吧？然后呢，就出现了这种来去去硫的情况，然后它不是线圈哈，但是这个事儿应该用楞磁定律能解释的。啊，我们就是说它不是超导的情况，那要是超导的话，那这个真有点意思了，是吧？那就是二型超导体的麦斯纳效应，是吧？它不是那么强烈的麦斯纳效应，这是也有可能的，是吧？当这个外加磁场大于它这个HC 的时候呢，这个磁场可能会部分的渗入到超导体内部，形成这种所谓的那个涡旋的那个，就是姚教授说的涡旋那个玩意儿，是吧？这个对应这个超导体就从这个麦斯纳这个状态呢转变为这个混合状态，就是出现了一定的硫的特性，所以啊，大概率这个还是个铁磁体，我觉得也说不好。但他没有说它是怎么烧的啊？这里边呢有没有铁？有多少铁？有没有石墨？是吧？我们现在也在考虑石墨。这个网友他这个复现结果呢还是很好玩的。哎，他采用的这个实验方法和海新明还是有一比的，也很像，是吧？我们看他第二个做的实验也好玩。哎，你看他做了一个这个方形的磁铁框子，让他在里边，让他看看是不是也有这个所谓来去去硫，不贴到每一个磁铁上，哎，粘不上去。哎，看到吧？它怎么变？它在下边哈。所以它没有挨这个磁铁，磁铁动了，那你说这是抗磁还是铁磁啊？哎，它这是往上抬了，往上抬以后呢，看到了，哎，看到了吧？好玩这个，哎，这好玩。这是他另外一个实验。那关于这个电阻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他测电阻的情况。他这个实验也做的全套，很有意思啊，有海新明的风格啊，他估计也是那个那个电焊枪喷出来的。哎，看他测电阻啊。我们因为我看过一遍了，我直接给你跳过来吧。你看，这是最低的，多少呢？0.01881，哎，毫欧啊，0.01881。那它的这个它频道里边啊有介绍，这个样品的这个尺寸啊有介绍，样品的尺寸呢大概是2毫米宽，1毫米高，2厘米宽，1厘米高，0.2厘米厚啊，这是他给的尺寸，在视频下边。所以这么算下来，它的电阻是0.01881毫欧。那么这算下来，它电阻率呢，我算大概是1.8881乘以10的负5次方欧每米。那这个电阻率大概和铁差不多吧。和铁差不多，比铜要高一些，是吧？但现在关键是他做的这个像，肯定是个混合像啊，是吧？那不是混合像，我们还是照的是超导的说法来说的，就是它烧出这么东西了，它到底是里边有什么元素？现在看这个颜色呀，我们看它前面说的这个颜色啊，它烧出来这个东西的颜色，大家看到了，哎，那肯定是铅比较多，有没有铁不好说，铅、铜、磷、氧、硫、碳、硅、硼，哎，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因为现在这个网友的脑洞啊非常大，哎，我们群里边一定有人在说，哎，咱弄点这个
吃的东西放到里边，是吧？比如说弄点这个弄点这个一些这个小吃啊，零食的渣你可以放进去添一下。我现在倒是觉得呀，如果老金同志发言啊，就金教授在物理学会的发言里边他说的内容，他就认为这个半悬浮就是二型超导体的特征，他咬死了是这个，他也能证明的话呢，那这个里边很有可能也就是有超导相的。包括我们前面说过，8月份前后很多人做出来的可能都是那种所谓的二型超导体，没被证明的啊，没被证明的。这是这个韩国网友啊，叫炼丹师啊，他叫翻译过来很拗口，叫丹之巨马之王，使用地图的男人，他的这么一个复现的情况啊，他的这么一个炼丹情况。那实际上在中韩啊这两国里边有很多人啊，有这么个群体都对这个所谓的炼丹，就 LK99 的复现使用超导的研究啊有很大的兴趣。这一群人啊看起来呢是和周边的人是不能叫格格不入吧，被周边的人看起来也是怪人。你在弄什么呢？在家里边拿喷枪点火烧砚化铅，你不要命了是吧？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那我到现在还没烧的原因呢，确实是我心里没底子啊。如果自己做了通风橱，会在家里边试试；如果没做通风橱，那肯定到野外。实际上也有通风橱的单位能过去，就嫌太麻烦是吧？这就是今天的视频。那么 Griffin 博士啊又发了一篇新的论文，那他已经发了3篇关于 LK99 的语音版论文了，这个数量啊可能仅次于思良和阿瓦纳是吧？应该是发3、4篇的有几个人啊？那他新的论文呢也是合作的啊，和另外2位作者合作的。在新的论文里面啊，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就是负铜啊，这个掺杂就4个铜。这篇论文呢我正在看啊，回头呢晚上争取再给大家出一期。那好的，这就是今天啊介绍一个韩国炼丹师啊他的一个作品。那中国网友啊，像 Tone 啊，还有其他的几个在 B 站上也有更新啊，我正在看，正在学习，有机会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今天的视频，谢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请您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如果是非中文地区的朋友啊，如果我的字幕有问题，你可以提出意见来，我们来改。谢谢大家收看，再见，拜拜。